我最近特別馋无骨雞爪，但是外面賣的好多都是湯多肉少，感覺買着也不太合適，就決定自己在家做點。不過沒想到做這點雞爪子差點沒給我們命搭理。剛開始我圖省事兒就買了好多脫好骨的凍雞爪，但是這雞爪焯完之後又腥又醜，實在沒什麼食慾，就被我放棄了。後來我發現居然有專門賣脫骨機器的，我又花了5000元的請了個爹回來，但是沒想到這爹也不靈啊，一個雞爪子5根骨頭，他就能去3根，完了還去不進。問題這還不是最致命的，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提前訂了350斤雞爪子，所以我們現在的處境很尷尬，就是機器用不了，雞爪還退不了，我感覺我們可能是要完了。後來研究了一下，也實在没什麼別的好辦法，就只能硬着頭皮幹了。這些雞爪子光焯煮過冰水就幹了80多個。這期間我們還試圖找幾個朋友來，結果4個人一起發朋友圈，到晚上共計就找了1個人。再一個，因為我們去年啃過一宿，現在聞的雞油味就惡心，所以今年我們只能徒手幹。後來這活就完全幹成了一個重複性的流水線作業，那手第一天是腫的，到最后都沒有知覺了。我們就在這生生扒了3天，這是我活到現在經歷的最絕望的時刻了。就是雖然3天只占1年的1%，但這幾天的經歷卻需要我用一生來治癒。然後原本我還買了10個空氣炸鍋，打算做點虎皮雞爪，現在也用不上了，還都是新的，就全掛鹹魚出給大家了，做點吃的啥的特別方便。再加上家裡2個閒置的拍立得，很適合記錄日常，這些通通5塊錢一個，大家直接點評論區鏈接鹹魚搜狗送就行了，也可以關注一下，後面還會持續上新。你們要是有什麼用不到的東西，也可以掛鹹魚賣閒置賺錢。後來調汁的時候我非常的嚴謹，甚至買了10幾種品牌的產品逐一測評，然後汲取他們各自在口味上的優點，因為这些雞爪子已經整折磨我們4天了，就完全可以說是拿命換回來的，我現在容不得它有一點閃失。然後給這些爹泡了一宿，現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這回一共做了2個味的，一半是蒜蓉酸辣，一半是泡椒的。我們還把手肘後面那塊脆骨也單獨剪出來做成泡椒的了。這无骨雞爪到吃上的這一刻才覺得付出都是值得的。它現在酸酸辣辣的，還微微帶點甜，尤其是放冰箱裡冰鎮一下再吃，感覺可太爽了。然後把所有做的東西都打包了，這一桌按市值來講應該能值點錢。不過這裡邊食材成本真沒多少錢，主要是生命成本有點高。後來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完了之後，我們提前半年過了個生日，在場一共7個人，許下的卻是同一個願望，好好活着。我最近特別想吃巧樂茲，但是我從小對這玩意兒就有一個遺憾，就是裡邊那個巧克力棒太短了，吃着不爽。所以我打算試試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內心巧克力填滿的巧樂茲來解決一下這個遺憾。不過要想實現這偉大抱負啊，需要先給這加長內心做一個定制化的硅膠模具，而且要嚴格的計算好長寬高的尺寸比例，這樣才能確保它最後在整個的冰棍當中是處於中心位置的。但這玩意兒說着挺輕鬆，做它整整磨了我們4天，那真是隔行如隔山。真的，我從來沒想過做模具這個行業居然這麼傷肺。做好了這個爹，就可以逐層開始做冰淇淋了。最裡邊這個脆球，我刚開始想用爆米花機崩點高粱米，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裡實在是太搶味了，就特別像脆香米，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有一代着急開蓋，给我哥皮鞋都燙漏了，所以這個做法直接讓我給搬了。後來我發現麥麗素的做法也很適合做這個脆球，但是麻煩的是巧樂茲裡的球又小又多，而且沒什麼批量生產的辦法，也就是說這1000根冰棍裡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們這樣一個一個點出来，然後放到烤箱裡烤才行。我們從下午點到中午，一共點了4萬多個豆。這流水線幹的特別像給趣多多點巧克力豆，就是後來機械到哪怕現在讓我們去趣多多工厂，那都可以跨過11期直接上岗。然後這些小脆球要和調好味的巧克力凍實才能用，這會兒正好插一波快遞。前2天在得物買了幾個迪士尼聯名的藍牙耳機，每個到手才不到100塊錢，音質聽着也不錯。而且快到5·1了，這出门玩帶着拍照都特別好看，主要是價格也不貴，哪怕丟路上也不心疼。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打開得物還有機會搶1000元无门槛優惠券呢，你們快去看看吧。然後這些內芯凍實了，就可以涂膜做雪糕层了。這個部分我參考了一下夢龍的口味配方，黃色的是香濃的大奶味，白色的是沒有那麼甜的香草味，而且為了多活幾天，我把雪糕的包裹層也改成上下夾層了。但是現在冷凍的時間和空間是個大問題，家裡5個冰箱全用上都沒放假。後來我實在是沒招了，我在樓上鄰居家寄送了200根。
最後做巧克力脆皮的時候，我放了特別多的堅果碎，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樣太香了，吃不出來冰淇淋的涼爽，所以最外層我也做成夢龍了。現在這冰淇淋雖然外表平平無奇，但裡邊每一層都特別飽滿，尤其是這根頂天立地的那芯巧克力，這看着就特別過癮。然後算了一下，這夢樂滋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塊7一根了。我們從研究模具開始做這玩意兒，一共做了12天呢。最後正好是做滿了2個冰箱，我估計以我們炫冰淇淋的速度，現在還真說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個先來。我最近突然特別想吃辣條，但是市面上賣的所有辣條基本上配料表摊開都比我命還長，所以我打算從洗面巾開始，在家做點健康辣條。洗面巾這個活幹的可實在是太爽，它不需要掌握任何技巧，就是哪怕中間給它洗碎了，但只要能保持活着，最後肯定都能給它洗到一起去。而且洗成团的面巾又軟又不散，捏着特別解压。不過好玩是好玩，這麼洗就是有點費手。我們洗了150斤面粉之後，6個人加起來都湊不出一條好手腕，關鍵第二天晚上我抬頭一看，我那手和胳膊洗的都不是一個色兒了。然後面巾醒发好了，我先蒸熟试做了一些，它现在彈性特別好，但致命的是不管怎麼弄熟它，只要拌上辣油，吃着就跟涼菜似的，就完全沒有一點零食的樣子。所以我忍痛放棄了這個做法，那些面筋也都讓我炸成油面筋了。後來我研究了一下，工廠做辣條第一步需要先膨化，我就又去買了個膨化機，但是這個機器只是流水線上的一環，我們需要人工填滿其他環才能讓這條線順利的流起來。就為了能用好這個碟，我們甚至還在家裡組成了一條人工傳送帶。這回做出來的面筋條形狀和口感都非常好，就是衛生狀況稍微有點堪憂。就這個制作流程要是在電視上播出去啊，那我們幾個可能都夠判的了。然後這些辣條棒要稍微風乾一下才能用，這會兒正好沒啥事拆了幾個快遞。這快到夏天了，出門也越來越勤了，就在識貨 APP 查低價買了幾雙新鞋，每雙都是顏值在線的經典款，而且百搭又舒服。關鍵識貨上買鞋不僅保真還特別優惠，這幾雙同款還有其他熱門款，點我評論區就能看見，真的便宜很多，你們快去看看吧。然後為了能讓這辣條更好吃，我先用10幾種油調了一個複合油，又放了好多菜和料給它炸成了一鍋料油，甚至還用10幾種香料做了一個混合料粉。調完這些料，我坐着算了算賬，我發現我们現在這個配料用的呀，都快比主料貴出50倍了。最後要把辣條棒和辣油充分攪拌一下，為了吃的時候能再香一點，拌的時候我又放了好多芝麻和炸乾的辣椒絲兒。這辣條現在油和料都巨多，吃一口油汪汪的，真的特別爽，而且還特別有嚼勁，真的是越嚼越香。後來我把那些油面筋也都給拌了，這東西因為油炸過，然後本身又特別吸汁兒，它現在絕對是自製辣條裡的隱藏款。這回一共做了2個味的，一半麻辣，一半甜辣。這玩意兒看電視的時候來2包，給嘴唇辣的直木，然後再來一根我們之前自己做的夢樂滋。要是腸胃好的話，這真的是個特別好吃的吃法，但要是腸胃一般的話，那就只能在半夜的時候靜待花開了。我最近特別饞那種可以冷吃的紅油千層肚，但是外面賣的據說好多都是拿科技泡發的，吃着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去買了400斤剛從屠宰場拿出來的鮮毛肚啊，我寻看看這玩意兒在家能不能做。不過有些事兒真是不幹不知道，我從來沒想過收拾毛肚居然是一個這麼麻煩的過程。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這個爹的味兒實在是太鮮亮了。儘管我們做了很多的防護措施，但這爹一拿出來我们就破防了。而且要命的是近距離接觸時間太長，吸入的答辩分子過多，就直到第二天晚上我出去買飯的時候，我感覺我跟人說話嘴裡還往外飄着答辯味呢，我真是服了我。然後我本來以為給這些爹洗完了就沒事了，結果後面的活更麻煩，因為現在我們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沒了，但要想讓這肚完全沒有異味，還得起碼再洗10幾遍。而且因為處理的不及時，好多黑毛肚都開始掉毛了，我們還需要把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然後還得摘肥油、刮底板的皴，再把它們都切成細絲兒。如果這時候肚還有異味，那需要再煮個花椒水給它們泡一下。主要最要命的是現在天熱怕壞，我們幹了40多個小時，基本沒怎麼合眼，這強度太致死了。真的就這麼折騰完之後，肚洗的乾不乾淨已經不重要了，人沒沒那就算是燒了高翔了。
然後我本來買了10個電火鍋，打算涮點毛肚吃，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都是没用过的，就全掛鹹魚出給大家了。家裡還有2個閒置的拍立得，我一起掛上去了。這些都是5塊錢一個，大家點評論區鏈接，鹹魚搜狗送就能看到了。記得關注一下我鹹魚號，後續還會上新。你們要是不用的閒置，也可以掛上去賺點錢。然後這些毛肚稍微燙幾秒，再迅速過個涼，吃的時候就會很脆了。為了吃的時候能再爽一點，我又配了好多貢菜。但是我們查了3個小時也沒整明白，這萵苣和貢菜到底是不是一個東西？最後決定還是眼見為實吧。等有機會去產地連軸做它500斤，估計就啥都明白了。後來調味的時候，我們先是試了好多種配方，然後又在最好吃的那個配方裡，根據肚的多少確定了每種調料的黃金配比。也是因為太累了，不想給調料分裝了，就都打到一個料包裡了。現在每一罐裡都是一個料包配上一個肚包，回家只需要給它倆拌匀，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紅油千层肚。但是因為切的不均匀，这賣相有點一般，不過好吃是真好吃，主要芝麻和貢菜放的多，吃着又脆又香，真的特別爽。而且我還放了點麻油，它現在是越吃越麻，越吃越想吃。但我发现這玩意吃多了也不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頭了，連吃了4罐，結果直到第3天，我那倆耳朵震的還嗡嗡的，啥也聽不着呢。